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，欢迎大家回到读书康的频道。上期爬完汉拿山回来之后，大家记不记得还能活蹦乱跳到晚上？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感觉腿窝里像绑了狼牙棒一样，只要稍微多弯一点，从小腿到臀部就是一串的刺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让自己完全的惬意开心，我上了豆腐汤、咖啡屋、海滩、冰淇淋、炖鸡、刀切面、汗蒸房7大工具来治愈肌肉酸痛。它们各自的效果怎么样？肌肉酸痛又是啥时候彻底消失的？这期视频的内容就来告诉大家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期结尾处街对面的那家张一品豆腐汤吗？第一样登场的就是它，1万韩元1人份，每位就餐的人都需要点餐，这也是一般韩餐食堂的惯例。小菜里有不多见的黑豆凉粉，豆腐汤端上来的时候还带着炉温，色泽红亮，其余汤底、豆腐、辣椒和山椒的香气混合在一起，扑面而来。再加放上2颗银杏果的石锅紫米白米饭，治愈指数2颗星。豆腐汤店门口就是济州客运中心，坐往东的急行巴士大约70分钟就能到达乐厅里。也许在车上坐的时间有点长，突然起身的时候腿就会更加酸痛。还好到海滩就200米，这一路上已经能看到冲浪板、西班牙语瓷砖，闻到海风的味道。这里面对海滩有一整排咖啡厅，我来到了用荷鲁斯之眼当 logo 的鲨鱼布雷比咖啡厅。面朝海滩的落地窗前，坐在室内躺椅上，既能欣赏清澈的海水，还能遮阳避风。这里的饮品价位在5000到7000韩元之间，还提供室外的木质露天位，能同时看到远处的风车和在海水中玩耍的游人，治愈指数3颗星。咖啡厅的隔壁还有一家乐厅里的特色文创店，就算不进去逛，露台上的镜子和摆件也非常适合拍照。这里还有一项运动，玩家众多，那就是冲浪。男女老少近岸离岸都乐在其中，甚至还有专门的冲浪俱乐部活动。而走路不利索的我，只能在海边寻找寄居蟹的足迹，看它们随波逐流，或者放在手里稍微观察一下，治愈指数2颗星。乐厅里海滩往西还有一些甜品店，包括很多人拍照打卡的 Monle， 而我选择的是一家用卡通边牧当招牌的冰淇淋店。店里其实真的有一只毛色比较淡的边牧，不过如果掌握不好边牧的脾气，不要随便去撸。我要了特色橘子冰淇淋，做法是牛奶冰淇淋再加上橘子酱，不过可能橘子酱本身带着一些苦味儿，虽然牛奶冰淇淋足够香浓，但也并不能完全覆盖。如果不喜欢这种苦味，可以试试4800韩元的牛奶冰淇淋或者牛岛花生冰淇淋。除了冰淇淋和咖啡，店里还有挂耳、橘子酱、马克杯这些周边可以买走，治愈指数3颗星。本来计划中乐厅里之后的海滩是3阳的，但现场评估下来还是选择了距离市区更近的贤德海水浴场。从乐厅里出发，公交不到40分钟就可以到达。走到旁边会发现这里游泳的人居多，再来就是摩托艇等项目，和乐厅里的氛围还是挺不一样的。不过一样的是，这里依然有景色不错的海边咖啡馆，但我更想做的是直接去吃晚饭，实在是很想吃炖鸡，所以就用 Naver 搜到了附近一家名叫屋上月光的简约风餐吧。这家店只有韩语菜单，小菜也不同于传统的韩餐食堂。不过无论是简单的海鲜汤面，还是烤无骨鸡肉加上辣酱和宽粉炖煮，味道都不错。尤其是无骨鸡，既能看到炭烤的痕迹，也能吃到梅拉德反应的香味儿，治愈指数4颗星。比较意外的是，餐厅楼下还有个泡汤的地方，但我是没有发现男汤的入口到底在哪里。回到海滩时，天色已经逐渐转暗，亮起来的灯串也随着海风摇曳，当然还有草地上亮橙色的萱草花。贤德海滩的星巴克也是满满的济州特色，柑橘马克杯、离湖浴场的吸管杯，货架上甚至还摆着真橘子。特饮菜单也充满金桔、绿茶这些济州元素。这一天的佛系行程休整下来，我感觉第2天又能再战了。然而第2天却是以大雨之中的刀切面开始的。除了连绵的雨滴，更糟糕的是腿酸痛的程度更加厉害了。
只要是歇一会儿再站起来，就要过半分钟才能走得动。雨中的温馨小店，一大碗热乎乎还加了姜的海鲜汤底、蛤蜊刀切面，照理来说能让人舒服很多，但因为酸痛加重的原因，治愈指数只有1颗星。这时，越下越大的雨让我想到了一样终极杀器，那就是汗蒸馆。存好行李之后，我来到了龙头岩附近的海水乐园。说是海水乐园，其实本质是海水汤馆。付好8000韩元的入场费，就可以使用汗蒸房里的汤池、不同温度的桑拿房、健身房，还有休息区。休息区里没有专门的儿童设施，但是小卖部的零食饮料种类不少，包括一般汗蒸馆里必备的米汁和烤鸡蛋。雨天的海水灰蒙蒙，和晴天的质感完全不同。不过2楼休息区刚好在飞机进场的航线上，关机也算是雨天不错的消遣。说回各个项目对缓解肌肉酸痛的作用吧，用处最小的是石板浴。虽然温热的石板紧贴皮肤，但腿一旦离开，酸痛立刻回归。再来是桑拿房，可以短暂的维持效果，而最有效的舒缓方法就是40度以上的热水池，泡10分钟，酸痛感就能消失半个小时以上。想来应该是水温加速了代谢，有利于排酸的缘故。整体来说，汗蒸馆的治愈指数5颗星。接下来就要收拾行李去机场了。出发之前顺带吃了个酒店楼下的炸鸡，不知道是不是点错了种类。这家的无骨鸡肉孙丝儿和一般店家用的鸡腿肉不同，用的是鸡小胸，腌制也是偏淡的味道，加上肉质偏柴，并没有明显的特点，所以就不把它放在疗愈清单里了。路口的涌泉村公交站有很多趟可以到机场的公交车，不到15分钟就能看到航站楼。这里有2点给大家做个小提示：一是济州机场的航班开始值机时间在起飞之前的2个小时，排队不用来得太早。还有一点就是第一期评论区里有朋友问到的春秋的手提行李，一般来说1个双肩包加1个小手提袋登机没有大问题，但如果是带了一个明显超过20、30、40公分的大手提包，即便没有背双肩包，也会被韩国地勤拦下，要求调整或者转托运行李，大家要注意。4年多没在济州岛坐飞机，发现安检区内不少餐饮门店都关门歇业了。当年人满为患的免税店提货整理区，如今也是空无一人。从济州回上海的航班快降落的时候，不巧遇到了上海的恶劣天气，在盘旋了长达1个半小时之后，终于冲破云层，成功着陆。那么到这里，济州岛的3期内容就分享完了。下一期的视线将再度回到国内，我会来到北方2座重要的城市承德和北京，带着大家一起跨越2城，探访150年前的叔嫂一对，母子3人影响中国命运的跌宕人生。我们下期见。